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频道地缘看世界，欢迎新老朋友订阅追更。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东亚地缘外东北的情况，估计这期视频看了让人窝火，主要涉及到中俄百年纠结的外东北和库页岛地区。先做个声明吧，只分析出中国为什么毫无抵抗地交出了这些土地，或说为何没有把势力伸过去，不牵扯民族感情，希望大家能看到一点与历史教科书不一样的东西。前面说中国和日本在大部分古典时期的核心区都是在适合农业生产的暖温带地区，中国在第二个千年还把亚热带地区也融入了核心区。暖温带的农耕民族只是在19世纪末古典时期行将结束时，才能够通过移民将中温带纳为核心区。在这一时期，中国消化了东北地区，或称关外，日本得到了北海岛作为渔猎民族最后的势力，满族和虾夷族也被汉和两族基本同化了。在这次扩张潮中，半岛上的民族也想分一杯羹，但他面对的是实力超过他10几倍的中国，因此最终只能在地图上留下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韩称尖岛，以证明他们曾经努力过。如果说在古典时期，渔猎民族还能在中温带地区形成强大的势力，以对抗暖温带地区的农耕民族，那么在最北的温带地区，寒温带生存就有点挑战人的生理极限了。并不是说所有的寒温带地区都不适合发展文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由这一地带的民族创造的。至于地缘方面的原因，在讲西伯利亚的时候再聊。但在亚洲地区，这一地带的气候时有愧于这个温字，因此在这一地区，寒温带还有一个更加贴切的名称，亚寒带，也就是冷度仅次于北极寒带地区。中国目前的版图中，在黑龙江的北部，也就是鸡冠那里有一块地区属于这一地带，那块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县叫漠河，县的最北边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小村庄叫北极村。应该说这一地区即使是渔猎民族也不能大规模的生存，因此只能存在一些诸如鄂温克人一类的小型原始部落。如果说外东北地区是一个7字形地形，那么它上面的一横和北库页岛都处在这一地区。鉴于这一地区对于属于渔猎民族的满人来说都属于边缘地区了，因此当率先结束古典时期的欧洲人的代表俄国人第一次将势力延伸到亚洲的东端时，康熙能够将中俄边境划定在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地区，已是心满意足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条具有现代法律效力的边界。至于再往北的地区，现在叫西伯利亚，别说汉族人，即使那些马上的民族也不愿多往那边看一眼。如果不是俄国人遵循彼得大帝的遗愿，固执地将疆土扩张到亚洲的东面，在东亚的文明看来，那一带根本没有划界的必要。你不能责怪满洲人没有战略眼光，事实上他们在边境的开拓上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对于北部的那些地区，从地缘方位上可称之为北亚，即使强悍如蒙古帝国，也未能真正将势力拓展过去。那片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当时基本为文明地区，视为无人区，请宽恕他们无视那些为生存努力奋斗的原始部落。经过俄国人300多年的努力经营，那片土地上的人口借助科技的发展，已经达到令人惊喜的2000多万之巨。看中国的历史地图有2个问题，一是喜欢把某个朝代所曾经势力到达过的地区都放在一张图上，以显示王朝的强大；二是喜欢把一些当时无人感兴趣，也可以说难以进入的地区一并划入。这一点在花园朝地图的时候尤为明显，西伯利亚及至北冰洋地区都在这些学究的帮助下被蒙古人征服了。曾经还见过一张把明朝地图也画到北冰洋的，附上一张蒙古帝国扩张的动态图，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客观的地图了。由于亚寒带地区的气候是那么的恶劣，如果说以前的满洲人出于地缘的关系还会关注一下的话，对于入主中原200多年已经习惯了农耕文化舒适生活的满洲贵族来说，那块地区已经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了，以至于岛上的那些原始部落已经很长时间不来进攻了，也没人理会。直到俄国人1858年在中俄爱辉条约中提出要把外兴安岭和库页岛划走，中国方面才知道俄日两国已经在那里争斗了100多年。顺便说一下，库页岛上的原始居民南部为虾夷族，北部为赫哲人，所以日本人把库页岛南部也称为虾夷之地。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前55年，也就是1644年，把南部地区也给划入势力范围。不过想想中温带的虾夷族还是没有赫哲人抗冻，以至于身体里融入了虾夷人基因的大和族，最终也只是满足于对库页岛南部的占领。库页岛这个名字原来是苦夷岛，一听就知道是汉人取的，明朝的时候。总之对于这个又苦又夷的地方，汉族的势力在明朝时曾短暂试探过就撤了回来，从此不做他想。如果说外兴安岭和库页岛地区只有亚寒带的那些地区，是并不能让俄国人引起足够的兴趣的。俄国人最终决定从中国手中争夺这块土地的主权，仍然是为了完成彼得大帝的战略计划。彼得大帝当年制定向欧亚两端同时扩张的计划时，对欧洲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但他一定没有想到哥萨克骑兵在亚洲夺取的这些土地实在太寒冷了，尽管拥有足够长的海岸线，但却没有一个不动港做出海口。为了出海口而不断的挑起战争，是彼得大帝的政治遗嘱没办法。处在衰落中的东亚文明中心又一次成了牺牲品。于是俄国人告诉中央帝国的皇帝，他们发现如果把边界从外兴安岭向南移到黑龙江，并不会影响贵族们的利益。同样的道理，既然中央帝国并不喜欢向海洋发展，
那么将双方的东部边界从库页岛移到乌苏里江，也无损于帝国的尊严。且内忧外患的中央帝国别无选择，那片苦寒之地也无法像同一时期出现问题的新疆那样激起足够的民族情绪。于是俄国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作为让步，也为了给曾经的帝国保留一点尊严，俄国人同意中国方面保留他们在黑龙江北面的那片居民点。这块地方不大，据说有64个村庄，中国方面叫它江东64屯。在彼得大帝时代就制定向东西两端扩张的夺取出海口的计划。向西好理解，但是向东的话有实际意义吗？一是距离过于遥远，早早的就把目光放在几万里外的海岸线，到底是彼得有远见还是不切实际呢？说他不知道北冰洋寒冷说不过去，向东扩张夺取海岸线，肯定是指远东地区的海岸线吧。二是在彼得时代他还不能预计到铁路的诞生，夺取远东的海岸线对当时还处于欧洲部分的俄国有实际意义吗？另外即使夺取了，看起来怎么也像一个孤立地区，完全具备独立的条件，彼得不会担心这是为他人做嫁衣吗？说他不知道东方的情况，是指的东海岸，不是指北冰洋。你可以说他有远见，也可以说他不实际。他也的确高估了东海岸的情况，但也正是他的不实际，为俄国争取到了帝国的地位，也为目前处在衰落期的俄罗斯保留了复兴的机会。具体的原因讲完西伯利亚会聊，这一部分地缘会从纬度气候的角度说的比较多，但气候的成因很复杂。一般来说，纬度越低，气温越高，地势越平坦，气候越温和。同一纬度地区，海洋性气候比大陆性气候就要好很多，甚至可以将温度提升一个等级。现在的温度带的划分主要是指大陆地带，因为你会发现在同一纬度地区，欧洲的情况要比北亚好得多。说到外东北地区，我们不得不提到以下几个地区：江东64屯、黑瞎子岛、海参崴、图们江口。从图上可以看出，整个外东北地区如果从地缘上来划定的话，北界到外兴安岭是没有问题，南界其实以小兴安岭的分水岭为界会更准确，也就是地图上黑龙江下面斜插下来的那条山岭。而在外兴安岭和小兴安岭之间，从平面的角度看，有一块三角形的冲积平原地带应该很适合耕种，但事实上古典时期的人们一直无法对这块地方进行开发，甚至在近代汉族大举移民东北地区的时候，也没人去将这块地区开耕为农田。纵使这里仍是中温带地区，这就不能光用温度来解读了。黄仁宇先生对农耕民族无法进入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原因解释为雨量不足，雨量约500毫米每年，正好在15英寸雨量线外面，但还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其实对于这块平原来说，水的确是主要问题，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因为它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交界处，三水相聚冲击出了这块平原，由于水量太大，结果变成了沼泽地。这块平原位于中国的部分，有个很贴切的名字——三江平原。如果说三江平原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那么北大荒的名字，相信年龄稍长的朋友都知道吧。上世纪50年代，出于国防的需要，也为了证明人定胜天的道理，北京方面决定组织大批人力、农民、知青、军人，对以三江平原为核心的北大荒地区进行农业开发。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治水的传统，何况现在有机械的帮助，这块原来的沼泽地最终成为东北地区最后被征服的农业土地。也许这种开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对的，但如果放在现在，应该是不会去开发，因为让人深恶痛绝的沼泽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湿地。作为地球生态系统最脆弱的一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正有如华南虎从害兽变成了恐龙及保护动物一样，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三江平原，就是想告诉大家，外东北地区在古典时期并不适合农耕民族的进入。即使是在已经能在中温带地区展开大规模农业活动的19世纪，农民们还是无法征服这一地区。但凡事总有例外，难道外东北地区只有这一块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平原吗？让我们把视线往西移到北部国境线的中部，在那里黑龙江向南弯出了一个类似船形帽的弧形，在这个弧的底部有那么一小块平原，尽管它在地图上是那么的不起眼，但是对于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耕种土地的农耕民族来说，这是一块不错的宝地，指汉族与农业化的满足。何况旁边的河流与森林还能提供丰富的物产，因此渔猎民族也愿意将这里作为聚居地，如达斡尔族。由于江水在这里由东西向改为南北向，因此它按照方位被定名为江东64屯。之所以被认定为64个村庄，是因为这是中国官方所记载的最后数字。事实上，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这个数字已经变得不准确了。深究村庄的数字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对于俄国人来说，它是中国人插入黑龙江北岸一颗钉子。尽管当初为了表示西方人的大度，而允许了中国政府对这一小块平原的管理，但并不代表俄国人会打消独占北岸的想法。尽管从学术的角度可以理解俄国人希望将国境线定在黑龙江上的想法，仅仅是想法而不是行为，但俄国人在1900年对那些居民所做的一切，只能表示他们并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对于这块土地，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战略意义不大，但从法律上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中俄签订边境条约前，主权已归属俄国。黑瞎子岛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叫做抚远三角洲。如果说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共同造就了三江平原的话，那么抚远三角洲
就是由东西向的黑龙江和南北向的乌苏里江交汇淤积而成的。松花江实际上是黑龙江的支流，这两条江在这里汇成一流向北注入太平洋。俄国人将这一段2合1的江和黑龙江统称为阿穆尔河。乌苏里江也可看作黑龙江的支流。由于抚远三角洲位于黑龙江主航道的南侧，乌苏里江主航道的西侧，因此在中俄爱辉条约中它被划给了中国。不过在俄国人看来，如果占住了这个三角洲，可以将河口完全纳入自己的管辖。这样做虽然对自己并无多大益处，却可以切断中国人连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航道。因为三角洲西面的那条水道虽然可以通航，但是太过于狭窄，且不是深水航道，无法通过稍大一点的船只。俄国人想把三角洲抢走还有一个理由，从图上可以看出，三江平原有一部分其实是在俄国境外的。俄国人围绕着江口地区建立了哈巴市，而黑瞎子岛的前凸位置正好使它插在哈巴市中间。俄国人当然不会感觉到舒服啊，既然有了想法，那剩下的只是需要一个机会了。1929年，张学良为了夺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俄国人在东北建立和管理的铁路，并希望以此将俄国人的势力赶出东北地区。无奈实力不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俄国人顺势占领了抚远三角洲。也许你会为张学良的功败垂成而扼腕叹息，但鉴于当时实力，这一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事实上，中东路事件是日本在后置时发生的，目的是削弱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所以是爱国行为还是被人当枪使了，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你知道了俄国人为什么要占这块地区。俄国人对他的占领和江东64屯一样，并无法律依据。2004年中俄划界结束，已经处在衰落阶段的俄国急需中国的支持，因此第一次将吞进去的土地吐了出来，西边半个黑瞎子岛被归还给了中国。也许你认为中国再强势点可能可以全要回来，但相比于西边的荒芜状况，东边已经造了1万多幢别墅。在重视人权的今天，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此将尚未开发的西段交还给中国，也就成了俄国人所能接受的底线了。该说海参崴了，如果说黑瞎子岛和江东64屯只是事关中俄两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作为俄国远东地区唯一的深水不动港，俄国人是势在必得的。甚至可以说，俄国处心积虑将外东北地区划走，就是为了这个港口。如果没有这个港口，俄国在东北亚地区仍然只能作为一个局外人存在，其在东太平洋漫长的海岸线并不能增加它的战略优势。粗看地图很容易感觉中国和日本很近，但如果再仔细看，你会发现日本本土四岛并不在中国的对面，与它隔海相对的是朝鲜半岛和俄国。这片被称为日本海的水域实际上为日、朝、韩、俄4国所共有，中国并不能在此谋得任何经济利益。俄国从中国手中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但这还不足以让它感到安全。首先，它必须切断中国与日本海的联系，俄国并不希望在海参崴的边上有可能游弋着中国的军舰。其次，它需要与朝鲜半岛建立陆地上的联系，以便直接从地缘上影响这个在东亚地区起到桥头堡作用的地区。这两件事其实可以合二为一，即将俄国的边境再往南伸一点，深到足以和半岛接壤，这样中国理论上的出海口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看中国的图的话，你会发现中俄边境在海参崴周边，并无南北向的河流作为界河。那么俄国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将边境线向西向南稍稍划过去一点，便似乎不那么惹人注意了。于是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界河图们江，在这一段变成了俄国和朝鲜的界河。当然，对于朝鲜这样的小国来说，主航道原则上可以无视。俄国人理所当然地把图们江口完全划入了自己版图。当然，为了让中国的官员能够向大皇帝陛下有所交代，俄国人大方地允许中国方面的民船可以无害通过图们江口。不过后来中国又处在多事之秋，并没人关心这个权利。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俄双方开始边境谈判，中方才从旧址堆中找到了书面证据，并据此要求通行权。很多朋友关心图们江口的出海口问题，结论是，如果是出于商业目的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俄国人也不会作梗，打鱼挖油就算了，这块专属经济区早被几家分完了。但出于军事目的是不大可能的，除非俄国整体衰弱到不足以保有远东地区，那就不光是拿回海参崴的问题了。从朝鲜租借港口也不大现实，危险系数太高，也不符合中国的做派，而且中国的利益并不在日本海上，因此当下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方向。有朋友说海参崴不是不动港，目前得到的资料不统一，有说是的，有说不是的。不过从纬度上来看，中温带就算动也不会太厉害，用破冰船可以解决。最重要的，它是深水港，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解决起来代价可就大了。好了，外东北的地缘分析到此结束，下一期我们讲西伯利亚和日本，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参与讨论。